欧盟或将决定禁用华为，这对他们自身是件好事吗？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我是马超。就在几天之前，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出台一条强制性的禁令。这条禁令将禁止成员国采用可能对 5G 网络安全造成威胁的公司所生产的设备，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中国的华为公司。2020年的时候欧盟只是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核心部分的建设，但是现在他终于忍不住要一刀切了。欧盟被反华势力所主导，参与对华为的封堵，其实是上了美国的当。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国家，它不仅要对付自己的敌人，还算计自己的盟友。曾经富饶一时的日本，就是在美国的算计之下，经济一蹶不振，停滞几十年。美国对欧盟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有着自己的算计。在对待华为这件事情上，欧盟内部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方面是成员国与欧盟官方之间的对立，欧盟内部有27个成员国，而尤其是后加入的国家，对于欧盟其实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外交目标、政策也不尽相同。欧盟官方做出的决策与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不一定相符。关于禁用华为和中国 5G 这个问题，欧盟官方的立场表态大多是出于欧盟的利益与欧盟的价值观。但是成员国的执政者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就比如国内在野党的反对和攻击，国民的意愿，相关利益团体的游说等等。另一方面，其实欧盟成员国之间也存在彼此的对立，这种对立来自于成员国之间经济科技实力的差距，以及他们各自与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远近。就比如法国与德国是欧盟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往来也是在欧盟国家当中最为密切的。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前，德国与法国在2019年跟中国的贸易额分别是1848亿美元和665亿美元。美国要禁用中国的 5G 之后，向欧洲施压，最先找的就是法国和德国。但是法德却表现得非常谨慎，纷纷表示不会因此就在国内禁用华为 5G， 而这次欧盟要出台的禁令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不听话的顽固分子。美国在法德这里碰了钉子之后，转向欧盟的外围和边缘国家施加压力，就比如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其中波兰与华为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06年，华为实际上参与了波兰历代的网络建设，但是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波兰还是斩了华为这个多年来给自己国家建设网络的工程。而芬兰、瑞典则有着华为的同行爱立信、诺基亚公司，对于他们来说，把华为中心赶走正好是抢占市场，很顺利的就与美国进行了同流合污。有识之士已经看出来了，美国在利用华为和中国来分裂欧洲。美国在迫使他的欧洲盟友们做一件事情，把和中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放在天平的一端，再把和美国合作带来的安全价值放在另一端，通过这种方式让欧洲国家进行选边站队。这种行为正在加剧欧盟的离心化倾向，而这种离心化在希腊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阿拉伯难民危机之后就已经逐渐的放大。而现在美国又利用华为问题将其进一步的放大了。原本欧盟建立就是为了凝聚欧洲的力量，二战之后欧洲是普遍衰落，从世界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冷战两极当中一极的附庸。为了让欧洲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法德等国家才推动建立欧共体，再到后来成立欧盟。欧盟是多极化的重要一环，欧盟越团结，欧盟的影响力就会越大，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就会相对的被压缩。但是美国是希望世界上由它一家独大的，所以美国才要让欧洲更加的不团结，更加的分裂。中欧若是相争的话，最后只会让狡猾的美国得了利，欧盟国家该醒一醒了。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聊。